明朝为何放弃越南？这个很简单啊，打下了他守不住呗。从永乐5年，明成祖朱棣拿下越南当时叫安南并设立交趾3司开始，安南就从未放弃过抵抗据说有记载的反明斗争不下60次咱永乐大帝那也不是啥省油的灯自己打下来的疆土岂有自己打脸吐出来的道理所以一再要求平叛毫不夸张的说驻扎在安南的明军每天除了在平叛，就是在准备下一次平叛。可咱大明军队不是机器人也得吃喝拉撒也需要粮草军械的补给死了人该抚恤也得抚恤，该补充还得补充战争本身就是销金窟明军对安南又是异地作战，长久的维持较大规模的战争以明朝时的前现代农业生产水平来说，自然是压力巨大。更何况明成祖朱棣又是一个热衷于开拓进取的帝王在反复平定安南的同时朱棣的撒币之旅也一直没有停过通运河、营建北京紫禁城、修永乐大典、武征蒙古、郑和下西洋，哪项都要耗费巨额唐银尤其朱棣又不是顺位继承更是靠造反起家，他更要努力建立不朽之功业以确保自身作为帝王的合法性。为了满足帝王的虚荣和政治需要整个国家在永乐年间只能被迫超负荷运转到永乐末年，山东、河南、陕西诸地到处都是水旱灾荒，朝廷没有多余的钱赈灾受灾的百姓颠沛流离，只能靠着剥树掘草、卖妻育子才能苟活可以说当时明朝的国民经济已经处于崩溃边缘。也正因为如此后继的仁宣父子意识到明朝的国力已经被朱棣玩脱了如果再像他那样大肆的进取扩张老朱家的统治迟早完蛋所以必须尽快实行全面收缩的战略，停掉所有花钱的项目，立即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劝课农桑才有可能恢复国力，避免国祚倾覆在这样的背景下，反复无常20余年的安南自然成为一块食之无肉、弃之也并不可惜的鸡肋。毕竟与广大内地地区的稳定相比，地处化外之地的安南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当年占领它就是朱棣的一场吊民伐罪的政治作秀安南毕竟自秦代就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而收回这个远离中原王朝400年之久的疆土，会进一步给朱棣带来成为中华共主的政治合法性其震撼性不亚于后来乾隆帝收复西域。但问题是西域尚未形成独立的国家认同，而清廷在西域推行恩威并施、灵活有效的政策更是保证了对新疆的实控而安南则不同安南此时已远离中原王朝400年之久对抗元朝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立的国家认同他们还编纂了属于自己的官修史书《大越史记》并且在永乐年间对抗明军的过程中安南的国家认同非但没有松动和瓦解反倒更加的坚固。想要再次完成征服至少从瓦解对方国家认同的角度上来看其难度是要高于乾隆收复西域的更重要的是，获得安南对于自给自足的明朝来说也没有太大的经济和商业利益事实上朱棣深知管理安南成本颇高所以在位期间并没有好好经营安南的想法只想着从安南索取大量的金银树木以及奇珍异兽，以便装点其奢华的生活。所以派到安南去任职的流官也大多缺乏管理能力和责任感大多抱着迎合上意然后捞一把就走的想法，土官更是唯利是图、自私自利，自然无法安抚民心、管理百姓。总而言之安南这个地方对明朝而言本身就不怎么赚钱拿下它战争成本太高，收效又太低，还得反复投入关键管理成本又太大，管不好还不想好好管，赔本都赚不出吆喝钱。加之永乐年间一顿造国家早就经不起折腾了作为一个经济结构单一且脆弱的前现代国家，放弃肯定是最理智的选择。朱棣那么牛，为何不收复西域？这个问题很简单，引用咱范大将军的一句话，那就是他没这个能力，知道吗？成祖在位期间可以说是明朝历史上除太祖时期之外最武德充沛的时期了，国力上也达到极盛但即便如此，你看他武征蒙古打了个啥
从永乐8年到永乐22年，咱这位朱四爷可以说是起倾国之力让全国的军队和百姓出钱出命陪着他玩草原自驾游，纯属那就是打了个寂寞。武征蒙古从军事上看只能说是暂时遏制住了蒙古诸部；从经济上看，花了那么多钱，空耗国力，最后一无所获总的说来可以说是毫无成就那光是北边蒙古这群宵小就把朱棣折腾得够呛，朱棣又迁都北京而北京恰好就直接面对蒙古威胁这导致明朝的主要国防压力集中在北方所以才有9边防线、图堡之围和庚戌之变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既然北部的国防压力已经这么大了再开辟一个西北战场，那你当朱棣是千手观音吗？打着北边还能分兵西域而且除了征蒙古应对北部的国防压力，朱棣在位期间还征安南、下西洋、开运河实话说这点钱早被他霍霍干净了，你让他拿啥去横绝万里荡平西域呢？更重要的是西域的东察合台汗国，也就是所谓的伊里巴里，那也不是随便任你朱棣拿捏的软柿子虽说东察合台汗国早在洪武24年就对明朝遣使入贡了，但明朝基本上没什么能力去干涉人家的政务说白了就是名义上的宗藩关系，其实屁用没有。进入永乐年间，东察合台汗国那更是牛的没边曾向北进攻瓦剌，向西进攻帖木儿帝国向东拿下了吐鲁番。这一时期的伊里巴里可以说是西域霸主了，岂是你明朝想打就打的而且东察合台汗国的存在其实也是明朝在永乐年间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内在西边牵制瓦剌的重要力量，差不多算是明朝的天然盟友了，自然不能说灭就灭了当然话说回来，朱棣也没有能力灭就算灭了也没有能力守。更有甚者说伊里巴里多次遣使进贡以此来证明我大明王朝已经实际控制西域了，这种观点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皇太极为何要征伐朝鲜？其实皇太极继位时的后金处在一个比较艰难的时刻。首先从军事上，虽说后金此时对明朝仍有很大优势，但宁远新败使得袁崇焕得以从容构筑起关宁锦防线，一定程度上遏制住了后金的攻势。而后金的东西两翼，一个是朝鲜，一个是察哈尔蒙古，前者是明朝的传统盟友，后者则是蒙古黄金家族的独苗，历来对后金极其不服。此外，镇守皮岛的明朝将领毛文龙借地朝鲜，忽而袭扰后金的辽东大后方，忽而退入朝鲜境内去补充粮食军械，甚至开始在朝鲜屯田以作长久之计。可以说一旦皇太极与明军开战，朝鲜和察哈尔蒙古就成了明朝伸出去的2只拳头，随时都可以完成铁壁合围，而辽东腹地也会被毛文龙的东江游击队袭扰，到时候前线被围，后院起火。从军事上看这对后金极其不利。但此时皇太极所面对的又不仅仅是军事上的问题，还有经济上的问题。努尔哈赤自是一世英雄，但他在完成了女真内部的统一后也使得后金的人口基数增大，后金内部闹起了粮荒，与明朝的冲突又使得沪市的通道被关闭，从外部通过贸易获得粮食更是不可能。长此以往下去光是经济问题就足以拖垮后金。更重要的是，努尔哈赤生前残酷镇压辽东汉民，辽东地区的农业在其治下一直就没有什么发展，很多辽东汉民转而投靠毛文龙，毛文龙便开始招募和安置逃亡而来的辽东汉民，并试图建立稳固的根据地，进而对后金的辽东大后方展开更大规模的袭扰。在这种情况下，皇太极想要寻求破局，攻打朝鲜显然是最优解。因为此时后金想要继续对明朝形成足够的威慑，就必须先解除两翼和辽东大后方的掣肘。而东西两翼之中，朝鲜相比于察哈尔的林丹汗更弱，更容易战而胜之。而且朝鲜一向支持毛文龙，征服朝鲜的同时，也可以彻底拔去毛文龙这把插入敌后的尖刀，解决大后方不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朝鲜虽弱，但经济上却很富庶，征服朝鲜可以顺手打秋风，暂时缓和经济上的困难，并与其建立长久的贸易关系，可谓是一举三得。此外，努尔哈赤死前没来及解决继承问题，导致后金内部诸贝勒争权夺利，政局动荡。皇太极想要巩固自己来之不易的汗位也必须通过这样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去转移内部矛盾，度过统治危机。
事实啊也的确如此。皇太极先是于天聪元年，也就是1627年，第一次征讨朝鲜，迫使朝鲜与后金约为兄弟之国，并对后金开市，缴纳岁币。同时，朝鲜还声明不再支持毛文龙。毛文龙因而与朝鲜彻底决裂，失去了威胁辽东大后方的能力。在解除了朝鲜的威胁后，皇太极才得以腾出手来扫灭察哈尔部。从天聪2年及1628年开始，皇太极历时7年3征察哈尔部，最终林丹汗身死青海，察哈尔部宣誓效忠，漠南蒙古对后金的威胁也得以解除。清崇德元年，也就是1636年，皇太极2征朝鲜，迫使朝鲜成为清朝的藩属国。在东西两翼的威胁都解除之后，皇太极这才放心大胆的在崇德5年，也就是1640年发动了松锦之战，彻底打通了当年袁崇焕苦心经营多年的关宁锦防线。明朝的灭亡也由此进入了倒计时。